狼犬究竟有多可怕？你听说过混血狼犬吗？狼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狼狗，在全世界，狼狗的种类繁多，品种不一。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捷克狼犬、德牧或者狼青这种相对比较常见出名的狗。但其实除了这些，世界上还有很多种比以上那些更加凶猛、更接近于狼的犬种。在所有的狼犬种类中，绝大多数的狼犬都只是外形像狼，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犬。更加纯正一点的狼犬，通常都被称为混血狼犬。混血狼犬是真正携带野狼血统的犬种。这种犬虽然也被人类驯服当作家犬，但它们与普通的家犬或者普通的狼犬却大不相同。这种混血狼在完全成熟后，它们大多会具备与野狼一样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性情非常凶猛。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凶猛的9种狼狗，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顶级狼犬。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狼青犬。狼青犬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中大型猛犬。在这里解释一下，狼青犬与狼青色的犬是不一样的，狼青犬就是狼青犬，而狼青色的犬不一定是狼青犬。比如昆明犬也有狼青色，也有人称昆明犬为狼青，但实际上两者是不一样的。狼青犬这种狗是一个野性尚存的猛犬，它们的体型高大，性情凶狠，脾气暴躁，攻击性极强。这种狗通常都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主要都饲养在一些农村、工厂等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之所以在城市里少见，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狗太过凶猛，并且外表威猛且吓人，稍有刺激就有可能对陌生人发起攻击，战斗欲非常强。早些年，在我们国家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经常会有人被这种大狼狗咬伤的事件发生。有时候，即便是主人在，狼青犬也会出现咬人的情况。这种狗的服从性并不是很好，如果从小训练不当，长大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恶犬。再有就是这种狗的食量很大，具体有多大，相信养过狼青犬的领导肯定见识过。再有就是狼青犬的来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由于我们国家的狼青犬来源相对复杂，主要是几个品种长期混杂产生的，所以追溯起来很难。总之，这种狗拥有典型的狼犬特征，非常凶猛。第8个，马里诺阿犬。马里诺阿犬也叫比利时牧羊犬，它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马犬。这种犬原产于比利时，是比利时牧羊犬的4个类型之一。马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面部，纯种的马犬面部通常都是黑色的，包括耳朵通常也是黑色的。这种狗的肩高可达66厘米，体长可达68厘米，标准体重约在50斤左右。虽然看上去它们的体型并没有太突出，但千万不要忽略了，马犬身上的皮毛很短，它们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大型犬那样拥有厚长的毛发，因为长毛会给人一种体型很大的错觉，所以马犬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犬。这种狗胆大凶猛，攻击性极强，尤其是它们的跳跃能力，马犬可以轻松越过3米高的围墙，如果训练得当，它们甚至可以爬树。这种技能是绝大多数的犬类都不具备的。正是出于马犬出色的跳跃能力以及极强的服从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种狗都被当作军警犬使用，它们的服从性和可训练性都很强。可惜的是，这么优秀的犬种却不是一般人能养的。主要原因就是马犬的危险程度，因为一旦看管不严，就极有可能发生咬人的事件，非常凶猛。第7个，莱州红犬。这种狗是我们国家的原生犬种，最初是用大丹犬、德牧、罗威纳与山东细犬和一些原生犬种改良而来的。莱州红犬是一种大型犬，它的肩高可达79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00斤以上，非常威猛。莱州红的性情与它的外表一样，凶猛且刚烈，它们对主人极为忠诚，但是对陌生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友好了。莱州红的身上肌肉非常发达，一眼看上去全是腱子肉，它们的爆发力非常强，并且具有极佳的耐力，无论是奔跑还是打斗都能够持久不衰，战斗力非常强悍。其次，这种狗的忠诚度极高，千万不可以当着它们的面挑衅它们的主人或者挑衅它，因为莱州红一旦被激怒会变得非常可怕。要知道，任何一种被激怒的狗都很可怕，更何况是莱州红这种大型健壮的大狼狗。莱州红被激怒后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而且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喜欢下死口，一旦被它咬住，轻易不会松口。面对这样一只猛犬，即便是一个成年大壮汉，也不一定能轻易挣脱它们的攻击，非常可怕。除了凶猛，其实它们也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家庭伴侣犬，不过前提是要对它做好社会化训练，训练得当的话，莱州红也会成为一只非常忠诚的护卫犬。好，第6个，昆明犬。昆明犬也叫昆明狼犬，它是我们国家1964年培育而成的一种工作能力非常优秀的工作犬。成年的昆明犬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80斤。在我们国家，它一直充当着军警界的工作犬，
要知道，在全世界，通常能够在军警界服役的犬种都是相对比较高端优秀的，因为想要胜任这种工作是需要具备非常全面的技能的，无论是从凶猛程度、耐力、适应力、灵活力、抗病能力以及服从能力，甚至是繁殖能力，都需要达到最佳的状态。昆明犬能够担任这种工作，自然也完全具备以上的那些条件。再有就是昆明犬虽然非常优秀，但是并不适合当做家犬饲养，因为它们属于一种野性尚存的猛犬，需要专业的训犬人训练。训练得当，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私人护卫犬，对主人绝对忠诚。但这仅限于对它的主人，对待陌生人，昆明犬会非常警惕。但也正是出于它们这种警惕的性格，才使得它们更加适合巡逻、追踪、鉴别、救援等这些工作，非常优秀。第5个，德国牧羊犬。德国牧羊犬也叫德国狼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德牧。这种狗原产于德国，是一种中大型工作犬。德牧的肩高可达6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80斤。这种狗在全世界所有的犬类中，可以算得上是明星级别的犬种。德国牧羊犬以其威猛的外形以及极强的工作能力，在军犬、警犬、导盲犬、牧羊犬以及家庭护卫犬界都享有很高的名誉。更突出的还有它们的智力，德牧的智力非常高，它们在世界犬种智商排行中位列第3名。这种狗无论从气质、凶猛程度、智力，几乎都达到了顶尖的状态，在全世界广受人们的喜爱。除了作为工作犬，德牧也走进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家庭当中，当做护卫犬。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德牧，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它们的威猛的外表与忠诚的性格，再加上它们非常聪明。如果在家里养这样一只大狼狗，会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再有就是它的凶猛程度，虽然德牧各方面的评价都非常高，但这也避免不了它是一个凶猛的大狼狗的事实。要知道，一只成年的德牧咬合力超过了200斤，它们与大多数犬类一样，多数只忠诚于自己的主人以及家人。如果换作是陌生人，德牧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据统计，从1971年到2018年间，在美国所有的纯种犬中，德牧的咬伤是最多的。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地区，德牧也被列为第3大最有可能攻击人的犬种。所以无论德牧的智商有多高，它们毕竟是一种中大型猛犬，野性尚存。所以看到这种大狼狗，最好还是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伤，非常危险。好，第4个，英纽特犬。英纽特犬也叫北方英纽特犬，主要都分布在北美地区。这种犬拥有极地狼的血统，外形与狼也非常相似。它们的体型巨大且非常耐寒，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也能挤在一起安然入睡。英纽特犬是北极地区英纽特人最亲密的朋友，这种狗在当地帮英纽特人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这种英纽特犬，英纽特人可能也无法在那种极端寒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因为很早之前，英纽特人主要靠打猎为生，由于受极地环境的影响，人类根本无法使用交通工具，如果只靠2条腿是很难穿越寒冷的冰原地区去打猎的。但是如果有英纽特犬在，就大不相同了。这种狗可以帮英纽特人拉雪橇、驮东西。西部的英纽特人甚至还用他们拖船充当纤夫，为当地人解决了出行问题。在捕猎的时候，这种大型犬也能对猎物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在当地，这种狗已经不能说是人们饲养的宠物了，确切点说，应该是必不可缺的朋友。后来随着雪地车的普及，人们便陆陆续续的不再使用它们拉雪橇，渐渐的纯种英纽特犬的数量便开始下降。现在可能只有居住在更北方的极地英纽特人那里才有纯种的英纽特犬。第3个，萨尔路斯狼犬，这是一种大型的狼犬，它的外表与狼十分相似。确切点说，萨尔路斯狼犬应该是混血狼犬。它们与普通的狼犬不一样，区别就在于混血狼是真正由野狼与家犬杂交的后代，而狼犬绝大多数都仅仅是外表与狼相似的犬。萨尔路斯狼犬是1935年由一位荷兰的动物学家将雄性的德国牧羊犬与来自西伯利亚的雌性欧亚灰狼交配所诞下的一种混血狼。这种狼犬的体型、外形甚至是性情与狼都十分接近。成年的萨尔路斯狼犬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可达90斤，特别是它们的头部与野狼十分相似。它保留了像狼一样的一些基本状态，比如强烈的群体生活本能，容易受到惊吓，不愿意被打扰，喜欢漫游，以及行走起来步态轻盈，这些都是狼拥有的基本特征。当然，它们的性情也很难控制。萨尔路斯狼犬拥有自己的意愿，一般不能够很好的服从人类的命令，在群体生活中需要有一个强壮的领头狼犬。它们有反社会行为，想要完全驯服它们，主人需要建立自己的领袖地位，绝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完全驯服这种狼犬的，相当危险。第2个，捷克狼犬。捷克狼犬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与萨尔路斯狼犬一样是一种混血狼犬，身上有狼的血统。捷克狼犬全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狼犬，它们起始于1955年，最初是由捷克洛斯伐克的特种部队对其进行开发的。当时是用德国牧羊犬与喀尔巴阡狼进行结合，诞下的新品种。捷克狼犬的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可达70斤。它们的身体形状、外观、运动时的样子以及毛色和毛的纹理都与狼的外观完全相同，外观与野狼的相似度高达70%以上。
捷克狼犬最受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狼的外表，却保留了犬的性格。捷克狼犬的性格温顺、活泼好动，对主人绝对忠诚。它们的性情与大多数的犬类一样，但是身体机能却要远胜于绝大多数的犬类。除了外形，捷克狼犬还继承了狼的适应能力与耐力，以及天气变化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狼才具备的技能。然而捷克狼犬也完全具备。养一只捷克狼犬就像是养了一头被驯化的狼。再有就是千万不要忽略掉了，无论捷克狼犬的性情有多温顺，它也是一种混血狼犬，野性尚存，稍有不慎也会伤人。如果是陌生人，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国内现在有很多自称捷克狼犬的假冒犬，这些犬实际上是用混血狼犬冒充的，性格极其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伤人。所以请各位领导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免遭到混血狼的袭击。好，第一个，蓝湾牧羊犬。这是一种非常稀少的犬种。蓝湾牧羊犬原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这种犬最初是由蓝色的德国牧羊犬与狼犬杂交所诞下的稀有品种。这里解释一下，德牧其实不只有黄褐色的，除了常见的颜色，德牧还有纯黑色、纯白色、貂皮色，还有宝蓝色。蓝湾牧羊犬就是由非常罕见的蓝色德国牧羊犬与同样罕见的蓝色狼犬的混合体，它们保留了独特的狼外观，看上去非常霸气。不同的是，蓝湾牧羊犬虽然也带有狼的血统，但它们并没有遗传狼的性情。蓝湾牧羊犬的性情较为温和，攻击性并不强，并且它们甚至比德牧还要温和，对待陌生人也能够很快适应，对待其他动物，比如猫或者其他品种的犬，蓝湾牧羊犬也比较平静，通常并不会乱发脾气。霸气的外表加上温柔的性格，很难让人不喜爱。遗憾的是，蓝湾牧羊犬的数量极少。自2011年3月第一次诞生以来，蓝湾牧羊犬一直是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品种。由于只有少量的工作人员在监督和发展这个新品种，所以每年的幼犬生产数量极少，因此使得蓝湾牧羊犬在全世界非常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沉船宝藏在哪里吗？你见过多达40多吨的黄金被打捞上岸的场景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难以计数的大小船只因各种海难或者人为事故葬身于海底，其中有一些船上曾装载有数量惊人的黄金以及珍贵宝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算，在全球的大海底部共躺着高达300万艘沉船残骸。世界上的沉船宝藏如果全部加起来，总价值可能超过了上百万亿美元。也正是因此，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专门寻找打捞这些沉船的寻宝人或者公司，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寻找这些海底沉船，以此去获取丰厚的报酬。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人类已经发现的8个最有价值的沉船，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海底宝藏。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黑石号沉船。这艘船也被称为唐宝船或者唐沉船。之所以会有这个名称，是因为虽然这艘船是一艘阿拉伯船，但船上却装满了我们国家唐朝时期的各种珍贵文物，总价值高达上亿元人民币。这艘阿拉伯商船大约在公元830年左右从阿拉伯驶入中国，然后装载了很多唐朝瓷器以及货物返回。就在返回的途中，不知是什么原因沉没，直到1998年，生活在加斯帕海峡附近的渔民才在加斯帕海峡17米深的水域处发现了这艘沉船。于是当地的渔民便把这则消息以及沉船的位置信息倒卖给了印度尼西亚当地的一家打捞公司，后几经辗转，最后由德国的一家打捞公司对其进行了打捞。从1998年的8月份开始，这家公司就开始对黑石号进行探索打捞。据估计，这艘船上仅是唐朝时期的瓷器就高达67000多件，其中还包括很多金银器和铜镜，每一件文物都价值不菲。打捞公司在将这些宝藏打捞上岸之后，曾开价4000万美金售卖，并提出所有宝藏必须一次性整体购买。最终，这批唐代文物被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联合一些华人筹资，以约3200多万美金的价格将此批宝藏买下，并放在当地的博物馆进行展览。第7个 SS 共和号。SS 共和号是美国的一艘蒸汽船。1865年，这艘船搭载着59名乘客以及大量的金币和物资，从纽约启程，开往新奥尔良。不料途中遭遇飓风袭击。根据当年的报纸记载，船被飓风袭击后，船上的乘客全部乘坐救生艇逃生，但船上所装载的大量金币宝藏却随着船体下沉到海里。据史料记载，这艘船上共载有2万多枚金币，这些金币如今的价值1枚就可以达到3000美元，甚至到50万美元不等。
从沉没一直到2003年，这艘宝藏船才被美国的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在距佐治亚州海岸约100英里的水下找到。奥德赛勘探公司寻找这艘沉船共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因为想要找到沉船的具体位置十分困难，只能通过各种历史文献以及电脑模拟，细细的分析当年的事情经过。找到沉船位置后，奥德赛公司通过一种特殊的水下遥控装置，对沉没在水下500多米深的共和号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且发现了共和号上的金币堆。等将这些金币打捞上岸之后，才发现金币的数量要比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更多。据奥德赛勘探公司声明，他们一共在船上发现了超过51000枚金币和银币，另外还有14000件珍贵文物。截止到2003年，奥德赛公司单是打捞上来的金银钱币就卖了7500万美元，这还没有算文物，文物这种东西就没有具体的价格了。最后，据说奥德赛公司在搜寻和打捞这艘宝藏船所投入的成本就达到了200万，不过对比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划算的。第6个，维达号。它是世界上第一艘有实物证实的海盗船。在没成为海盗船之前，18世纪初期，维达号曾经是一艘大型的贩奴船，主要被用来运送奴隶和货物。后来在海上遇到了著名的海盗头目黑山姆·贝拉米，从此维达号就成为了一艘让人闻风丧胆的海盗船。1711年4月26日，这艘船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沉没，船上只活下来2个人。据估计，这艘船在沉没的时候，船上共装有大约5吨的金银财宝、60多门大炮和144个人。由于年代久远，这艘船在失事之后，沉没时的确切位置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流传下来一些传说。直到200多年后，1985年，一位名叫克里夫的探险家在海里打捞到一个刻有维达号字样的船钟，这才得以确定当年的传说都是真的。维达号的身份已经确定，并得到了毫无疑问的认证。确认维达号沉没的地点后，人们就组织对其进行打捞。从发现船钟到2008年，陆续在其范围内打捞出多达10万多件物品，其中多数都是银币和武器。由于打捞工作至今仍在持续，所以人们究竟在这艘沉船上发现了多少宝藏，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根据传说，有接近5吨的金银财宝。第5个，梅赛德斯号。梅赛德斯号是一艘装载着约59万枚金币、银币和其他工艺品的西班牙护卫舰。这艘船在1804年在葡萄牙阿尔加维附近被一艘英国战舰击沉，船上的59万枚金币与宝藏也随之沉没。船上的船员有250人失踪，庆幸的是还有51个人在这次沉船事故中活了下来。过了200多年后，直到2007年，这艘沉船才被美国的一家名为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的寻宝队发现。该公司在这艘船上共打捞起约50万枚金币和银币，并且把这些宝藏运往美国。当西班牙研究人员得知此事后，迅速确定了奥德赛公司所打捞上来的宝藏就是西班牙的梅赛德斯号沉船。然后西班牙研究人员便与奥德赛公司展开了一场法律斗争，最终西班牙研究人员取得了该批宝藏的控制权，奥德赛公司白忙活一场。这还没完，到了2015年，西班牙研究人员还发表声明说，奥德赛公司在向上打捞提取金币时损坏了梅赛德斯号沉船的残骸。总之，在这艘船上所打捞上来的宝藏数量非常惊人，但是运送文物的卡车就用了4辆。据硬币专家估计，打捞上来的50多万枚金币与银币，单个的硬币价格就能达到400到4000美元之间，均值为1000美金。也就是说，单是硬币的价值最少值5个亿美金以上，再加上还有一些文物，总价值无法估量。最后经过统计，从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金币与银币重达14.5吨。第4个 SS 中美洲号。SS 中美洲号是1857年沉没的一艘蒸汽船。1857年9月3日，这艘船载着425名乘客和101名船员以及19吨黄金，离开巴拿马科隆港开往纽约。在船上安全航行了9天后，也就是1857年的9月12日，这艘船在卡罗莱纳海岸附近遭遇到了飓风，然后沉没。过了100多年后，2014年的5月6日，美国的奥德赛勘探公司宣布，在美国卡罗莱纳海域发现了中美洲号，并且还在上面打捞出金条、金币和金锭。该公司利用一种遥控水下航行器，将船上的黄金打捞上岸。当时仅是一块重达36公斤的金锭，就卖到了800万美金的价格。这块金锭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货币。除了金锭，陆陆续续还从中打捞出各种金条、金币等黄金制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则消息指出，其实早在1988年，这艘船就已经被其他的寻宝团队发现并且打捞过一次了。据当时负责打捞的工程师声明，他带领的寻宝团队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一共打捞出价值超过5700万美元的黄金。后经过专家估计，当年的寻宝团队可能仅仅探测到了中美洲号残骸的5%，水下仍有很多金银财宝没有被发现。要知道，当年的中美洲号出海时，船上载有大约19吨黄金。好，第3个盖尔索帕号。这是一艘装载有多达200多吨白银的英国补给物资船。
在二战期间，这艘船专为英军运送补给物资。1941年2月17日，盖尔索帕号载着83名船员以及2名水手从印度起航，船上装载有茶叶、铁以及多达200吨的白银，出发前往英国。不料在途中遇到了德国的潜艇，德国潜艇发现该船后，便对其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击中盖尔索帕号，导致该船在爱尔兰西南约483公里的海面沉没。当时船上的所有人员仅有1人生还。由于船上的物资价值不菲，当时英国人为了保密，便将盖尔索帕号的沉没地点进行消息封锁。直到2010年初，英国人才聘请世界上最著名的打捞公司奥德赛公司对该船进行勘探打捞。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奥德赛公司就宣称在海下约5000米深的海底找到了这艘船。到了2012年，奥德赛公司锁定沉船位置，开始了对盖尔索帕号的打捞工作。2013年，该公司宣布已经从近5000米深的海底打捞出60多吨的银锭。因为打捞上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水下具体含有多少白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额。好，第2个，阿托卡夫人号。这艘海底沉船在世界10大宝藏中排行第3位。阿托卡夫人号是一艘西班牙的宝藏帆船，这艘船专门被用于运输宝藏。出于这艘船的特殊性，当时的西班牙人还在船上装备了大炮，主要就是用来抵御海盗。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1622年8月，阿托卡夫人号满载一船的宝藏从南美返回西班牙，途中没有遇到海盗，却被飓风击沉。面对飓风，即便是大炮也无能为力。当时由于阿托卡夫人号载重太大，航行速度缓慢，最终变成了飓风的首个袭击目标。被飓风袭击后，这艘满载宝藏的船便很快就沉到了深达17米的海底。这一沉就在海下待了300多年，直到1985年才被一个名为梅尔费雪的职业寻宝人发现。这位寻宝人在发现阿托卡夫人号后，在上面打捞出数以吨计的黄金。据记载，这艘沉船在沉没的时候共载有40吨财宝，其中单是黄金就有将近8吨，宝石也有500公斤。再有就是这艘船上的宝石可不是一般的宝石，其中包含价值不菲的祖母绿宝石。当然，这次的发现，寻宝人也没能避免被当地人员起诉。然而意外的是，经过8年的诉讼，这批财宝的归属权被寻宝人获取。至于这艘船上的宝藏一共价值多少，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据说单是船上的一枚祖母绿戒指就价值50万美金，在这艘船上，单是祖母绿宝石就重达32公斤。第1个，圣荷西号沉船。在距离哥伦比亚海滩约10公里的加勒比海下约740米深的海底，有一艘装载着64门火炮的沉船。它于1698年下水，并于1708年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以南的巴鲁岛附近沉没。据记载，这艘船当时载有价值约170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祖母绿宝石，船上装载有1100万个金币和许多银币。面对这样一个价值不菲的宝藏船，难免会因为归属问题所产生纠纷。据说圣荷西号沉船首次发现是被一群美国的一个名为海上搜索无敌舰队的寻宝公司发现的，但是由于该船的沉没地点在哥伦比亚境内，所以导致在归属问题上双方产生了纠纷。因为这个寻宝队并不是哥伦比亚人。2015年11月27日，哥伦比亚海军利用水下航行器潜入水中，拍摄到了这艘沉没的宝藏船。通过视频已经确定了这艘船就是沉没的圣荷西号。但是哥伦比亚向外发出的声明声称这艘大帆船只是一部分，并没有被完全找到，因此当地在宪法上有义务保护和保存这艘船以及船上的所有宝藏。据估计，单是想要向上打捞这艘沉船，大概就需要花费高达3000万美元的打捞费。这艘船上的宝藏至今为止究竟有没有被打捞上岸，至今仍是个保密状态。总之可以确定的是，这艘船上的宝藏总价值超过了100亿美元。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敢将13条响尾蛇同时含在嘴里的人吗？你知道从太空边缘自由落体到地面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在千奇百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有各种极端的挑战方式，其中有一些项目是极度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但即便这么危险，世界上仍有一些不畏生死的勇士前去挑战尝试。这些挑战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身体验到的惊险项目。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8项世界纪录，带各位领导一起体验一下这些惊险刺激的挑战方式。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8个，机翼行走。机翼行走是一种在飞行中的飞机上表演杂技或者行走的极限运动。这种运动通常使用的都是老式的双翼飞机，挑战者需要站在飞机的机翼上，不携带降落伞以及任何保护用具，置身在飞行的飞机上，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其中包括倒立，在机翼上移动，或者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
这种极限运动的危险性极高，因为一旦失手滑落或者被卷到飞机的螺旋上，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在全世界已经有不少人死于这项运动，不过这仍阻挡不了一些胆大勇于挑战的人前去尝试。你可能很难相信，在英国，一位拥有95岁高龄的老人也参加了这项极限运动。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年长的极翼行走表演者。这位老人名叫伊沃·巴顿，他在参加这项运动时，年龄已经高达95岁，并且还患有平衡和说话能力的疾病，但这仍阻挡不了他对天空的向往。与其他挑战者不同的是，这次这位老人在身上固定了安全带，但即便是这样，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个胆量前去尝试，非常危险。第7个，双子塔行走。1974年8月7日的早上，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顶端，距离地面400多米的高空中，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这个人名叫菲利普·佩蒂，他是一位来自法国的走钢丝表演者。1974年，他因在双子塔之间的高空行走而名声大噪。在当日，菲利普·佩蒂一共在2座大楼之间来回穿越了8次，并且还在400多米的高空中进行跳舞、平躺，甚至跪下向观看者致敬。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看得人胆战心惊。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坠地身亡。想要成功完成这项挑战，除了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心理素质，更要依靠熟练的技巧。菲利普·佩蒂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走钢丝，不到20岁时，他就已经可以在钢丝上进行后空翻、骑独轮车、自行车等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也正是他不懈的努力，才为人们带来了这空前绝后的一幕。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菲利普·佩蒂当时在双子塔的表演并没有得到过任何许可，属于非法入侵。在表演刚一结束时，他就被警察带走。不过当时有很多人对佩蒂行走钢丝的行为提出赞赏，最后当地的检察官出于菲利普·佩蒂的影响力，也撤销了对佩蒂的所有指控。他的这次表演还为双子塔带来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这2座塔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出名。第6个，最高的潜水。最高的潜水也被称为高潜或者高处潜水，也就是从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潜入水中的行为。这种运动听上去可能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换作是从一个接近60米的高度向下跳，那么危险性就飙升了。2015年8月4日，一位来自瑞士的极限跳水运动员创造了从陆地跳入水中最高的世界纪录。当日，这位潜水员从一个高达58.8米的悬崖处跳下，成功潜入水中。他下水时的速度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要知道，悬崖跳水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从水面上方6米的高度跳下，我们的身体将会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落水。这种冲击力足以压迫我们的脊椎，或者导致骨折，甚至脑震荡。只有在下水的瞬间，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垂直的状态，接触水面，才能避免这种冲击力。也就是说，一旦操作失误，身体接触水的面积较大，就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有可能是致命的。由此可见，世界最高的潜水者沙勒的高度达到了58.8米，他接触水面时的速度更是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下跳的过程中稍微有点偏差，就有可能致命，非常危险。第5个，吃飞机的人。你可能很难相信，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中共吃掉了18辆自行车、15个购物车、7台电视机、2张床，以及一架塞斯纳150轻型飞机等等，还有各种不寻常的物品。这个人名叫米歇尔·洛蒂托，他是来自法国的一个艺人，以故意食用一些难以消化的物品而闻名。米歇尔·洛蒂托从10几岁时就开始吃不寻常的材料，经过检查，他患有一种被称为异食癖的饮食失调症，这是一种以食欲为特征的心理障碍。医生在检查米歇尔·洛蒂托的胃部和肠子时，发现内部有一层厚厚的内膜，这种内膜可以使得他能够在不受伤的情况下吞下很多锋利的金属材料。除此之外，在他的胃部还发现了异于常人的消化液，这种消化液可以帮助他消化掉各种不寻常的物质。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如果吃一些平常人吃的香蕉和鸡蛋或者一些软食，会让他生病。也正是出于他自身的特殊构造，使得米歇尔·洛蒂托从事了专吃金属材料的表演。为了加大表演效果，在1978年，米歇尔决定吃一架塞纳斯150飞机。由于飞机太大，他只能将飞机分解，一块一块的吃掉，并且在吃的时候配合上矿物油，主要就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到了1980年，米歇尔用了2年的时间，他真的将一架飞机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第4个，太空跳伞。太空跳伞与跳伞类似，不同的是，太空跳伞是从接近太空的地方向下跳，而普通的跳伞通常也就在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方向下跳。太空跳伞的最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一位名叫艾伦·尤斯塔斯的美国人，他是一位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曾经担任谷歌公司的高级副总裁。2014年10月24日，尤斯塔穿上了定制的太空服，将自己连接到一个气象气球上，开始向太空边缘上升。整个上升过程用了2小时7分钟，一直上升到平流层，距离地面达4万多米。在
在这个高度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地球的轮廓与黑色的天空了。一切准备就绪后，尤斯塔斯便从4万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在下降的过程中，他打破了鹰杖和之前的高空纪录。他的下降时间持续了4分27秒，最高速度超过了每小时1323公里。这一跳创造了最高自由落体的新世界纪录。第3个，躺在钉床上被摩托车碾压。2015年10月26日，这位冒险者在街头躺在钉床上，在2分钟内从他身体上碾过的摩托车数量达到了70辆，创下了一项新的纪录。第2个，将10几条响尾蛇含在嘴里的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有这样一位驯蛇师，他是一个拥有30多年经验的老驯蛇师，在当地人们都称他为德州蛇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与响尾蛇打交道，自1969年他第一次与蛇接触以来，总共被蛇咬伤了11次，其中很多次蛇咬伤都非常严重。其中有一次，他的腿被一条长达1.8米的响尾蛇咬伤，这次咬伤非常严重，最终不得不截肢来保全他的生命安全。但即便是这样，杰基仍然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没有被咬死，甚至还认为自己能够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到快乐。在从业期间，杰基利用响尾蛇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其中包括与195条响尾蛇一同躺在浴缸里，以及和109条响尾蛇一起躺在睡袋里，还有将13条响尾蛇同时含在嘴里，并且维持10秒钟。以上的任意一项稍有差池，就足以使杰基命丧黄泉。与蛇这种冷血动物打交道，根本没有任何交情可言，他能靠的只有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胆量，更重要的还有运气。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噩梦，然而这位蛇人却真正做到了，相当厉害。第1个，最高的走钢丝。走钢丝的挑战者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走钢丝都能被称为高空走钢丝。2011年1月29日，一位来自瑞士的名为费利迪诺克的走钢丝表演者，在没有任何安全设备的情况下，手拿平衡杆踏上了海拔3303米的缆车线，并且沿着1600米长的缆车线，顶着恶劣的天气向前行走了572米，获得了最高缆车步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期间总共用时2个半小时。当时由于受天气影响，使得行走距离并没有达到最顶尖的状态。要知道，想要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成功完成挑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往往从事这项运动的冒险者身上都不会携带任何安全装置，这也正是这项运动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一旦失足滑落，生还的几率非常渺茫。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